大家好，徐亮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黑泽明导演的《Seven Samurai》七武士。无论是背景也好，还是我身上穿的这个衣服上面的符号，如果熟悉这个电影的话，不会不会误解为其他的意思的。这就是七武士里面著名的旌旗，那6个小圈圈，一个小三角，然后底下有一个是日本的，其实不算是一个具体的字吧，它是一个读音，它的意思可能就是农村或者田地。那想跟大家聊七武士已经很久了然后只是昨天晚上呢，我又和自己的2个孩子一口气把它又看了一遍，这可能是我看过的第5遍还是第6遍了，在我这个半辈子的人生当中从青少年时代也许。然后一直到中年，算不上中老年吧。那我除了自己看过之外，我主要是跟我关系最亲密的、最重要的、我最喜爱的人一起看的不管是亲朋好友也好，还是当初的女友、后来的太太也好，还有我现在的孩子。因为好的东西嘛，就是觉得说我们应该在一起体验。这个时间上实际上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投资就想一想的话，这部电影3个多小时，那你看个5、6遍，也就差不多一整天就过去了。那我的答案就是说，它是值得的。我还是觉得每一次看的时候，我还是能发现一些新的亮点，新的这种剧本的精妙无论说摄影的构图的精妙。就是很令人赞叹，然后同时它是一个极有娱乐性的动作片，对吧？它有刀剑的斩杀对决，也有战争的场面，然后同时它既是悲剧又是喜剧，它里面非常多搞笑的桥段，甚至无论是言语也好，还是这些角色本身为了去表达它的符号意义，然后甚至某种时候是脸谱化的表现，但是就是非常的让人觉得可以度过一个美好的时间。所以我除了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分享呢，我现在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个人的频道，我也想跟愿意去看我瞎聊天的这些朋友们分享我心中对这个电影的喜爱。那今天呢，刚好又是2025年的5月4日跟星战有关啦。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这愿原力与你同在。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在同一天也跟大家简单的聊过一个我对星战的一些看法。那至于说七武士，我是打算聊一期呢，还是说也许再聊几期，还是说真正就把它还是和我以前聊这些电影一样，逐镜头逐台词的去跟大家解读呢？也可以大家留言给我，然后给我一些你们觉得值得吗？那这个电影这么长我真的觉得说，我自己觉得它有价值，可以被分解到逐镜头逐句话的，这确实是没有一句废话，甚至太美好的一种体验了。也许对我来讲，我还是会做的这也是我跟大家很久以前承诺的跟大家用毕生解读23部电影中的一部嘛，我就一点一点的开始吧。那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的漫谈，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请你见谅。OK， 终于开始了我也挺兴奋的。这是1954年的电影算一下已经是71年了。天哪，这个电影其实按道理是属于我的祖辈他们的电影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如果看电影是以年轻人为主的嘛，我的祖辈在年轻的时候刚好赶上这样的电影上映。当然我们知道因为历史的缘故，因为中国自己的开放的进程等等的缘故实际上这个我们的祖辈可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不一定真的接触过，那我的父辈们他们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胃口，还有他们的其他的观念未必去真正欣赏过。但是我这一代70年代80年代这些人呢，可能就是在我们实际上后来在补课的时候，或者说因为感谢中国当时的
叫盗版的泛滥哈，我们可以以几乎没有成本的方式去享受了很多世界，特别是西方啊电影方面的这些成就。但是毕竟这是一个多么古老的事情哈，比我年纪也大不少呢。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们就看到它是有一些东西，当它是精品的时候，它就是不会过时的。我也相信七武士即使再放过100年之后，仍然在电影史上可以排进前100名啊。这个太多的榜单上都是，不管是说视与听也好，还是美国的各种榜单也好，大家100部电影，如果说有史以来最好电影的话，七武士往往绝大多数的榜单都会有了。那我今天就是开个头吧，也许我就说一说这些角色啊，我觉得这些角色的名字本身就挺有意思的。这个电影已经被不知道多少人怎么样的细致去研究过，我相信有可能那种研究的程度不亚于神学家对圣经，比如说某一个马太福音比如说的这种研究是逐字的哈。这个电影也一样，我也未必能够说出来一个好像多么新颖、多么新奇的一个东西。甚至我觉得有时候的电影，现在很多的这种网络上很流行的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电影的欣赏和解读，它更多的时候就是一个阴谋论或者是说那种直接榨取别人的这种宝贵的创作，然后把它缩写成一个小短文去念给大家，这是我不喜欢的。我要分享的只是说，我没有说我有任何原创性的见解，这就是我个人对他的一个非常直接的感受，我的对他的喜爱，我也未必说的都是对的。但是我同时又觉得说，我在中文网络上没有搜到一个让我自己觉得，甚至是英文网络上，我在 YouTube 上我都搜不到一个让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过瘾的一个 commentary 一个这样的评说，可能除了看这些幕后的，然后黑泽明自己、三山敏郎他们自己的这些纪录片之外，很少找到我自己觉得的知音我就今天跟大家主要说说这个我能够昨天刚看完，今天还能记得的一些东西。OK， 首先这个七武士的这个，它是一个角色极其众多的电影，对吧？然后他除了这7个武士，每一个人这种出场的这种对他角色本身的建立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对他过去的一个基本的猜测之外呢，然后他们本身之间有一些互动，对吧？然后呢，其实那些农民们特别是当这个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建立的就是山贼在伴随着这样的一个鼓声的当中呢，就是一些响马一些 bandits 这些 bandits 当然本身他们可能其中也有这种以前是武士，后来成为浪人，干脆后来就做了贼落草为寇的这些人。他们在一个高高的高山上去俯瞰这个其实在底下多么卑微的这些小草房的时候然后再商量什么时候去攻击他们，去抢他们的粮食。然后我们就因为这样的一个镜头上的特别的安排，看到说原来这个山贼们驻马的这个地方骑在马上观看地方呢，旁边就有一个其实樵夫砍柴来的一个农夫，其实就在他伏在他们的脚前，在他们的马足铁蹄之下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symbolize 的一个东西，真的是在铁蹄之下，然后从地上起来之后，带着一脸的恐惧回去报告这样的消息，然后紧接着就是整个这个村民的一场 what to do 怎么办的这样的一个大讨论。然后我这一次才看到那个原来这个村民们对这种落伍的武士或者是战败的这些武士的
这种对待方式啊，就是说追杀他们，把他们的东西都抢了的这个东西，原来在第一幕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他们简短的一个交换的时候，留下这样的一个伏笔了。我也是觉得说，哇，因为这电影肯定很多有观察力的人，人家也许第一次看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我是每次看都会说，哦，原来人家就是这样想的哈，这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如果说拉片的时候再具体说，然后这些村民在一开始的这种不同的类型和立场上的这种矛盾就冲突的很有意思，然后对这些，你像这个叫利吉的这个家伙哈，这个角色本身是他等于说是主战派嘛，对吧？他是要一心的说，我们无论怎么样都要跟他们干到底，然后我们自己打不赢哈。然后我们就请武士，反正他是一个极其有热血的一个极其激动的哈，一个冲动型的人物。然后他为什么他每次说话都那么咬牙切齿哈，就感觉说情商怎么这么低呢？然后当然我们最后就知道说，哦，他的故事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弧光的设计哈，然后他的这种悲剧性的之前的是人生，然后再到他最后，影片结尾的时候，他带领这些村民们去再一次，又到了播种的季节去种水稻的时候，他其实是那个领歌的人呐，对吧？他是真正的说，在那个结尾的时候，他所当初主张的这个计划，最后被证明是完全成功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就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头建立了他领袖的地位。那大家还记得，整个在这个山村里头，当大家有任何事情有决而不能易哈，易而不能决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去找那个 The Old One 哈，是这个等于说村长吧，或者说是叫村里头的一个长老的名字叫一座哈。Again， 等一下我们再一个一个说，我想起来的这个想起来什么说什么，这个等于说立即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弧光，真的只是说众多角色，你想7+6，至少我觉得13个角色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起伏和发展，然后他们同时之间呢还能够有时候某一些人有交集，那个就织成这样的一个关系网络。然后这么多角色在这个本身在摄影的构图上，你就看到说黑泽明的对这种细节和构图的这种挑剔程度啊，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就像这一幕，就是菊千代在喝醉酒之后，然后还是希望能够加入武士去帮助村民的那一晚上，大家是怎么样坐在这样的一个贫民窟的榻榻米上，每一个人的那个姿态表情啊，这个太值得玩味了哈！我真的是特别盼望早日跟大家去聊一个。当然了，这个我自己又是早的以前买过一版的这个叫特别版的这叫什么Criterion Collection 哈，就是 CC 版的标准收藏吧。然后这是正版的啊，这是美国1区专门发行的一个 2K 修复版的蓝光版本。当然现在还有 4K 的版本啊，但是 doesn't matter， 就是说我相信就够了，这个清晰度就足够让我们去欣赏。也再清楚其实也都是后来的人去修复的哈，或者是以后人工智能也会修复，但是那个信息不会受这个分辨率的影响。其实我有很多，即使在我在离开中国的时候就留下了很多海量的 DVD 啊，当然都给了朋友或者扔掉了。那这个来了美国还是没忍住买过一些这样的 CC 版的 DVD。我也后来现在觉得说，在这个川流时代，这些东西也不是特别有用了哈。我相信我的孩子们，他们以后也不会只是觉得这是一个老古董。那我就想说，趁着
我还活着哈，趁着我还有这个频道，可能有很多的人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收藏品，那当然也是因为是我的观众嘛，可能又多了这样的一份个人的情谊所在哈。我还是希望有生之年把这些东西都送出去给我的观众们，但是怎么去把这些东西送呢？然后我也还没想清楚，大家也可以帮我出主意哈。我真心的想把这些东西送给有真正需要的人去。让他们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我曾经享受过的介质的一个播放。OK， 这刚才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几个角色，只是这还是冰山一角哈。我就再说一个我昨天突然仔细想了，或者是刚刚想到的一个，也许别人早就想过的事儿，就是说，结尾的时候等于说7个武士里头。当然，其实本来这个底下的这个小三角根本就不是武士嘛，哈，这也就是三船敏郎所演的菊千代，他就是一个农民啊。当然，他的那个身份，因为他在这个打仗的过程当中，曾经要去救一个孩子的时候呢，他把他自己过去的可能的身世，作为孤儿的这样的一个怨恨哈。投射在那个一个场景里头，他崩溃了，而且整个菊千代就是说谁魂不吝，对不对？他就是谁他都批评，他又批评村民，对吧？他知道农民的这个皎洁，他知道农民是非常非常自私的，然后可以是非常不诚实的，然后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时候也不择手段，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荣誉感啊，就是为了活着，卑微的活着，一方面可恨，一方面可怜，他对农民的这样的一个习气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他可能自己就是这么长大的，所以他很愤世嫉俗，对不对？他一方面不愿意与农民为伍，一方面他自己本身可能又是他倒不一定是出身于普通的农民阶层哈。大家想一想，就是说，当他去救那个孩子的时候，那个孩子其实是谁家的呢？是另外一个当时去找武士的一个村民哈。那个村民的名字应该叫宇作。是宇作，然后宇作还跟他的等于说太太一起去救这个村长去了嘛？因为村长家和另外2家是在这个整个他们防御体系之外的，是一个不得不去牺牲的一些房子，没有办法管你们，那他们肯定山贼来了，首先就把你们家烧了。事实上也是这样。那菊千代在这个去救的时候，他不是因为宇作和他太太，甚至不是因为那个村里的长老在那边，他才放下自己手边的事儿，冒死去救。他只是听说了那边还有孩子，这个事情是他内心当中的那一个温柔的柔软的地方。而且在整个片子里头，我们看到菊千代最有才能的地方。他当然挺多才能的哈，其中最有才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和孩子们的互动哈，和孩子们去怎么去逗孩子，他是一个对孩子极其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然后那个孩子本身其实算是在那个村中是和这个长老家是有亲戚关系的。然后菊千代就看到说他的小孩的父母和长辈全家都死的时候，他就说啊，你就是我呀。所以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农民阶层里头比较富裕，甚至他的家族也是能够领导一个村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OK， 说到这儿的原因，其实我本来是想说的是说，死去的这3个半武士，或者说菊千代本身并不是武士哈，他本来是这样的一个小三角呢，但是其实他最后就成为这个真正的圆圈了。那这个从三角到圆圈，本来是一个开玩笑，对不对？就是其实你并不是个武士，你只不过是一个假装的武士，你连一个真名字都没有。By the way 啊，菊千代是这个7武士里头。唯一的一个假名，这个名字根本就不属于他，但是他同时又是那个数字最大的。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在这个几个人物里头，有这个叫五郎兵卫，对吧？片山五郎兵卫，然后冈本胜四郎、林田七郎次、平八菊千代，这些都是带有这个数字的。然后他呢，这个名字是首先是偷来的，他是希望因为说隐瞒自己作为农民后代的这样的一个
过去呢，然后偷了一卷别人的书，然后菊千代本身的这个名字也就是主角的这个山川敏郎的这个角色的菊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阴柔的当然说菊与刀OK， 我们都知道，其实菊也不只是说女性用的名字很多的其实像真噬魂那个游戏里头的菊右京，对吧？那都是就是一个可以用，但菊本身仍然包含的这样的一个柔弱和美纤细就是说温柔细腻文雅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千代本身也是这样的一个比较阴性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它合起来就像故事里说的，这个名字人家那个看兵卫一看就说，哎，这个不是一个13岁的人的名字吗？你现在今年看来只有13岁是吧？那嘲笑他。可是他这个名字和他的这个形象，他的形象是桀骜不驯，然后其抠脚大汉嘛，对不对？他是 literally 的抠脚大汉，没事干就在那挠屁股，对吧？然后经常穿的就是和光屁股也差不多，然后经常喝酒就失态，就这样的一个抠脚大汉呢，叫了这样的一个温柔的名字。但是同时就是说，这个名字的给他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因为通过那个孩子身上，他对孩子那样的一个细腻，他对这个生命永续这个事情的看法，就给了他一个千代的名字。这个才是真正千秋万代我们人最基本的一个使命让我们的价值和生命去传承延续。所以他又是好笑的，他又是准确的反而就是他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最后。他由一个小三角被这样的一种苦难最后磨成了真正的圆的之后，就和一个小石头一样，对不对？他最后其实是生命的一种成熟之后，从三角变成了一个圆，也就成为真正的武士之一了，也就是真正他承袭了一个虽然在那个时代已经荣光已经褪去，曾经的历史的作用也不在，甚至成为整个社会的累赘的，但是他们所保有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价值伦理。因为武士还是有很多他们自己至少自己认为好的地方，比如说荣誉，比如说忠诚，对吧？比如说勇敢，这些勇气，然后这种牺牲的精神，它其实和我在我的频道里头，我的搜神记里头讲的那些东西是底层是完完全全是贯通的。我们当然说世界上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甚至一些其他的宗教，但是这个我要说的是，爱与牺牲是这个七武士里头的绝对的核心。然后他和我其他讲这个电影里头去寻找这样的至真至善至美的这个信息，一点冲突都没有。OK， 然后菊千代最后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弧光，他把他自己曾经的这个一个作为笑话的耻辱呢，变成了一种荣耀。他居然是说 ，again， 这个影片的层次实在是太丰富了我就说光是这个惊奇，我就觉得可以聊很久。因为惊奇的缘故是，它是怎么样去被高举出来的呢？原来的时候，难道不是因为说平八就是那个？看我今天说到哪算哪这是平八，对吧？平八是一个等于说特别会砍柴的一个，其实武术并不是很精炼，但是非常人格非常的幽默也比较得过且过的这样的一个人，在精神上他是这个整个这个团队里头，其实某种程度上能够把大家所谓 uplifting 的一个情绪的存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存在它会让这些本来可能大家过度的这些忧虑和内耗呢，变得突然释然了，而且他特别愿意去。这个角色特别去愿意安慰人当他和他看到这个农民立即身上的这种急躁，有时候莫名其妙的这种爆发之后，他晚上就去找他去谈天，说你就应该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说出来你就好了。最后也是因为他对这个角色的关心，他等于说为了拯救利吉而死在了这个山贼的这个枪火之下他是第一个牺牲的人。OK，
我还想等一下能够说回来最好，说不回来大家也原谅我。我还想说的是说，这个 banner 本身是平八做的，平八做，然后其实是一个内部的一个东西啊。他只是觉得说，我们好歹也是个武士，我们得有一个旌旗吧。尽管我们已经是无主的武士，无主的武士其实就是浪人啊。这个当然是浪人和武士的区别，在这个电影里头，他们其实全部都是浪人。浪人就是说，当他没有主公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浪人了。浪人本身就是被日本当时的那种战国末期视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极大的因素。哎，这个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哈。老兵和退伍军人，他们其实本身就是因为自己付出的东西，他们生命是破碎的，他们很容易就有自己的问题，他们同时也会因为历史不再需要他们而感到极大的失落。他们本身也很有战斗力，所以大家其实都还挺怕他的。他本来这个 banner 做起来就是说啊，我们好歹也是当过武士的人，有这个旗子，但是从来没拿出来过，对吧？是因为他在死了之后，第一场葬礼的时候啊，我们看到高岗上或者小小的小山包上，第一次有了第一个叫什么馒头冢，对不对？然后上头插了一把刀，这是武士死了，我们才要把它葬在这个最高的地方，葬在越高的地方，理论上是看起来就和这个 banner 是一样的哈，他的社会秩序和地位就是最高的。然后呢？在那样的一个场合，大家都觉得说极其的丧气哈，觉得说这么一下子我们就出身未捷身先死了，山贼还没来呢，我们就死挂了一个，这个感觉以后能打赢吗？在这个时候呢，其实菊千代等于说扛过了这个平八当时的这样的一个 uplifting 的这样的一个魂魄，然后扛过了这个平八的一个责任，然后他把这个大旗遥遥的挂在这个小山丘的这个对面的自己的草房上打起来哈。哎呀，这个那个本身的符号的之美哈，我真的觉得，哎呀，太好看，太好看了。OK， 我现在已经周游了一下，我想想当时我想说的是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OK， 我们就按这个角色一个一个说，他们可能我能想起来的他的人物弧光的部分啊。OK， 这是这个 leader 的这个名字叫岛田勘兵卫，这个岛田是他的等于说我不知道是名还是姓，应该是姓吧，日本人也是姓在前名在后嘛。岛田日本人的很多的名字都是来自于，就是说我们家族是来自于什么样的一个地形，对吧？他们就描述一下，你想一个岛一个田啊，这就是岛民还种田的农民，对不对？但是勘兵卫啊，勘兵卫那个勘就是勘察的勘呢，其实就是说有这个，还真的勘和察是连着的。勘就是说要鉴别，要有智慧，要有这样的 discerning 的一个 heart 啊，就是能够分辨善恶，要能够有谋略，至少对吧？能够审时度势，所以那个勘在这个里头，他的这个名字里头很重要。他就是整个的这个帮助村民对抗山贼的全局的谋划者。他本身也是一个道德感极强，对吧？有极大的一个牺牲精神的人，极其沉稳有智慧，也是老战士啊。虽然说他自己开玩笑说，我一辈子都没有站在这个赢的那一边啊，从来都是 loser， 从来都是打败的这一边。他自己觉得说你像当时这个年轻的这个冈本胜次郎，当时看到这个勘兵卫去化妆成和尚拯救小孩的时候呢，那佩服的五体投地哈，就一心想拜他为师嘛，所以你收我为弟子吧。但是勘兵卫就说，其实我真的不配你这样的一个当你的老师，而且你要知道，我是一个特别的 unlucky 的人哈，我是一个特别背，我一辈子都走背字儿哈。但是当时想一想，就说怎么去建立这个家伙的第一场戏，那真的是电影史上的经典当中的经典，对吧？当时是以这个村民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他们在寻求武士的过程当中屡次碰壁，甚至差点被人家杀了哈。那些武士他们本来说去请吧，结果人家武士
一看他们是这种山村的村民啊，土包子，你居然还好意思说请我？虽然你有几升破百米，对吧？甚至你可能比我有钱，但好歹我也是武士，你们农民算个屁啊，对吧？当时武士阶层是仅次于这个地方藩主和大明的这些次级的统治集团呢，人家好日子是过过，对吧？都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现在你们连这种升斗小民都敢跟我说请我，那不是真的是找死吗？差点没把他们杀了。正当他们其实很绝望的时候，他们通过他们的视角，然后转移了一个场景，一堆人就跑来了，然后他们去问，对吧？哇，那场戏多好看啊！这个，然后看兵卫等于说用自己的这个腰间的小匕首，对吧？那个也是伏笔啊，那个就是说他最后怎么去在那个小黑屋里头把这个毛贼劫持小孩的这个人扎死的，这个可能性是 N 多个，然后他没有在屏幕上演给你看，而是让你去想象里头发生了什么，只是通过这个旁观者的反应镜头和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的变化，就给你展开了一个无限可能的一个美妙的一个想象的空间，真好看啊！然后他用自己的小匕首，然后去把自己头上的这样的一个发髻割下来哈。这个发髻因为是武士这个作为荣耀象征的这个东西哈，他们叫什么 man bun 是吧？英文里头，这个发髻它就是第一次出场就表明了，其实他对自己身份，一方面也是说我也不再是武士，我算什么武士啊？一方面他没有执念于就说我就是武士，所以我不能够受雇于农民，就这么一个小小动作的这种设计，然后连接到整个后面的情节，然后它的剧情之合理，对吧？然后还有旁边的群众在解释性剧情的时候，其实你一点都不觉得特别的枯燥，你知道吗？他在黑泽明在这方面做的真的比诺兰还是要强2个档次的哈。诺兰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也算是电影极其紧凑了，讲述的信息极其丰满了。然而呢，他的这个叙事的这种效率和铺陈呢，我觉得比黑泽明还是有差距的哈。Again， 就是，我记得谁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忘记是谁说的了。他说，就说七武士这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头所压缩的信息基本上不亚于就说，迪士尼 Marvel 惊奇漫幻那个 Marvel Universe 当然，我一向大家熟悉我都知道，我对 Marvel 的那些破电影我是极其鄙视的我觉得这玩意一点意思都没有，极其的枯燥。然后那些就是堆一堆特效，毫无灵魂的工业产品，也没有真正的艺术家的创作，那就是一个委员会电影人家就是为了去铺陈他的商业帝国，去开始去想办法布局一个怎么能够赚更多钱的一个商业计划，那个东西根本就是垃圾我完完全全不欣赏他们任何在这方面，在这个已经有商业计划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牟利的假创作七武士的这么多十几个角色的这种铺陈，其实你要后来的人如果稍微沦丧一点是，咱也把它弄成一个七武士宇宙，这是有可能丧心病狂的人可以做的就和后来的星战的这个被迪士尼玩坏成这个东西一样，也是一样Again， 星战的前2个3部曲杰作然后一旦卢卡斯把它卖了之后呢，衍生的东西呢，因为他没有这个心了他没有这个继续去有这样的一个热情去讲述这样的一个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完蛋了。OK， 那看兵卫志村乔演的这个呢，然后旁边的群众还说他等一下可能会帮助去解救这个事情，他要2个 rice balls 就是米团，然后那一句话本身那个台词放置的那个位置和节奏和说出来的方法就很高级，我觉得就是说你第一印象你没看过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就看来这个武士有可能为
不只是5斗米折腰，有可能是2个饭团折腰呀。他就是一个穷途末路、穷困潦倒、饿得要死的，能够为2个米团子就要去冒险的这样的一个人，你并不觉得他有多么高大上嘛，对不对？然后直到就是说他到了那个小黑屋前头跟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如此之冷静，如此之纯熟，如此和尚演的如此之像，然后把那2个扔出去之后，你才知道说哦，其实人家这个只是个道具哈。对，当然有可能反射弧有的人是比较早的哈，就是说当他拖着过去的时候，你已经想到。但是 again， 他这种在屏幕上给你所设置的一个有可能奇异的东西，恰恰是一个他娱乐电影或者电影讲述故事的重要的工具，就是不能够让你走的比我快太多啊！你其实是要不断的去通过自己投注自己的选择和智慧，你自己的判断力，去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角色的动机的，这是非常非常高级的事情啊！所以整个看兵卫啊，说太多，这个他当然看兵卫最 iconic 的啊，或者说你看到多了之后，你会每一次他做一个动作的时候，你都会心一笑的，就是他摸脑袋的这个，对吧？他那个因为在这个削发为僧的这个场景之后，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他外形上的变化。他外形的变化彰显了他某种内心程度对自己身份的寻求，和最后命运把他带进了这样的一个轨道之上。但是同时他并不习惯呢，对不对？他经常要揉一揉自己其实光秃秃的脑袋，这里头有时候是一些挺难以去做判断的一个难处，有的时候就是好笑，有的时候是个自嘲，每一次的那个摸头都不一样，但是非常非常耐看。如果我们以后去讲的话，我们肯定会好好想的这个志村桥的这个看兵卫怎么摸头啊，摸头本身就很有意思了。OK， 第二个这个加入武士的战队的是谁呢 ？OK， 说起来加入战队，七武士实际上是这个组队的，就是电影动作片或者是为了一个明显的简单的故事前提啊，就是要完成一个任务需要很多队友，组队本身成为剧情当中极其好看的一些片段。七武士绝对是最早的之一，而且是做的最好的。至今为止做的最好的，我认为啊，其他很多我们看看就说，哪怕说连改编托尔金的《指环王》《指环联盟》其实都是要组队的，对不对？更别说什么史泰龙的敢死队啦，甚至太多了。OK， 甚至星战某种程度上也在组队，而且再查一下，我觉得这话题实在太丰富了。星战里头，乔治·卢卡斯是深深的受到了黑泽明七武士，特别是七武士的影响啊。当然，黑泽明所影响的电影导演，那就是说所有人。OK， 你不能说后面的后世导演谁没有受过他影响，因为他影响了那么多大师，后来徒子徒孙，谁敢说没有受黑泽明的影响呢？在《星球大战》里头，乔治·卢卡斯所运用的这几个人物的样本，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故事的这种 stereotype 啊，刻板印象也好，或者是某种类型也好，比如说 Han Solo 其实就比较像三川敏郎所演的这样的一个疯狂的自大的，然后其实有时候也会搞坏事儿的这样的一个反英雄的样子哈，就是这个菊千代。然后这个奥比王的那种态度呢，就比较像看兵卫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沉稳的这样的一个导师型的人物，对不对？然后本身 Jedi 武士哈，绝地武士的这样的一个和这个浪人武士为农民作战的浪人，然后最后晋升为武士的也是一样，他都是在某种秩序的维护者，但是同时他们都不是那个最强势的，甚至他们不被说普通人特别尊重的一个人啊，就是大家都觉得你们很厉害 so what， 对不对？我们就是要用你而已啊。然后甚至说这个在这个就说封建战国的这种日本的这种领土割据哈，这个它从小环境让你所能想象到的大环境，和这个星战里头，比如说这个卢克天行者所在那个
这个星球啊，然后其他的星球啊，也是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割据的状态哈，也是。然后当然这个本身带的那样的一种美国西部的这种感觉，就更别说了哈。这个没有丛林法则，某种程度上。但是道也有道，对吧？然后既在混乱中，又在秩序中的这样的一个 mixture 啊，这个难怪就是后来应该是山姆帕金派吧，还是谁，还是里奥纳 Sergio Leone 去拍的那个荒野七蛟龙，那就是完完全全拷贝七武士，但是也很受欢迎，也是算好电影，但是因为七武士珠玉在先了哈。OK， 差了这么远，我到底是本来想说什么来 ？OK， 我还想在说这些角色之前，我想说的是说，大家注意到4个武士都是怎么死的呢？全部都死在火枪之下哈 ，musket， 全都是死在热兵器之下。他们本身是持刀的武士，对不对？这是他们冷兵器作战的方法。但是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文明在升级，暴力也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再能够去适应了，对不对？但是毕竟还活了3个呢，对不对？那3个活下来的武士呢，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这个武士可能美好的那一面，也就是说，武士本来他就是说既有局又有刀，对不对？他得有荣誉感和责任感和怜悯和同情和爱与牺牲那一面，你不能只是说我就是会打而已。那在这7个武士当中，每一个人的这种性格的侧重，甚至他们加入这个队伍的动机呢，就很不一样了哈。还是哎呀 ，OK， 我尽量后面的就不跑题了，因为已经聊了40分钟了 ，sorry， 这是我的弱点。那看兵卫当然就是通过那一场戏，我们就已经看到他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失意的浪人呢，他觉得有责任去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荣誉和所承担的这样的一个秩序和价值去做这个事情。他也知道这个事情很困难，但是他担负起自己这样的一个领导责任，然后他还同时劝退那些不合适的人，对吧？就是比如说后来对这个冈本胜四郎，他的那个作为领袖的这个资格，就是来自于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嘛，就是你在没有人担负责任的地方扛起来这个责任了，你就有领导力，这是真正的领导力的来源，这是全世界是普遍存在的，在任何文化里头都是一样的。然后第二个加入的这个家伙呢，应该是片山五郎兵卫啊。五郎兵卫是一个也是看到了这个领袖的品格之后加入的，他是明确的通过自己话就说，哎呀，我其实也不是缺这么2口吃的，我也说不是特别愿意继续去打去杀了，我是被这个个人领袖所折服，我希望来帮助你啊。当然片山的姓本身也是一个就是一小片山丘嘛，山里人，对吧？他的这个名字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给你这个人的感受的一些描述。所有的好电影都是啊，对那些角色的名字都是谨慎思想过，然后希望能够帮助观众们快速的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当然五郎啊，像七郎四郎，这些都是有时候是家庭里头的排位的问题，有时候就是随便起了这么一个几郎都好，这个其实和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差不多啊，同工之妙。自三四郎，然后兵卫当然就是说他也是他的名嘛，那也是他的职业啊，就是这个他们有可能他世世代代就是做这种兵卫的。然后他的特点我感觉就是说是挺沉着，也挺擅长去做这种攻势的哈。他的能力，他算是工程兵，就是挖战壕也好，还是说我给你整个摊开地图说啊，这地方应该灌水，那个地方应该设卡，这个地方弄个陷阱啊，这是他的一个专长。但是他也是后来他是应该是第2个死的，然后他是等于说在正面战场第一次和敌人交火的时候
然后他被枪打死的。那而这个之前我刚才讲的平八的死呢，他其实不是一个正面战场，而是说这几个人去深入敌后，对吧？去这个敌人的堡垒去一探虚实的时候死的。OK， 我们再说说这个下面的这个家伙。这个家伙呢，等于说是他叫林田七郎次。他是因为认识看兵卫很久，他们在一起以前就是战友哈，算是看到他的老首长啊，至少他也一方面对老首长很亲切，一方面也觉得说我们过去一直都是战败的，我仍然信任你，然后我也希望你信任我，我希望和你一起去征战，哪怕我们最后一起死。所以他们之间那个默契不是一般的默契，他也是最后生存下来3个武士之一，3个武士活下来的当然是领袖和他昔日的战友，然后再加这个年轻人啊，年轻人本身也被保护得很好，然后同时也是留下一个希望吧，这是电影人可能一个自己的一个希冀。那七郎次本身就是林田啊，它是山林里头的田啊，就你看稻田、林田、片山啊，是什么冈本，全部都是跟这个农民是有关系的，全是跟这个大地有关系，全是跟农业有关系的。就是说，这是一个人类的事实，就是说，无论最后你出来的是工业也好，还是手工业者也好，是艺术家也好，你最早的那些人，大家都是农民啊，都是牧民，或者大家都得先去生存下来。他们都得在地上劳作，这是和圣经创世纪还是一样的，你必须得 work your ground 或者 your land， 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土地上，这个土地既是你的栖身之所，又是能够给你提供你基本所用所需所食所饮的这些东西啊，你穿的衣服吃的东西全部都来自于农业。所以我觉得当然日本人本身的名字也是这样的，这也是我觉得黑泽明特意挑出来这些名字，用地理的环境用地貌去命名这些人的一个深刻的一个想法，就是不要忘记啊，他们虽然是武士，说是为了保护村民，但是他们其实就是从村民起来的。为什么最后在这个标志上啊 again 这底下还有一个字嘛，对不对？这是一个米或者田或者代表农民或者农业或者就是地这样的一个声音，它反而是在最底下，因为它就是那个最底层的东西，这是人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东西。你后来觉得说越高的东西越高大上吗？你听听高大上都好像都是得在高处啊，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点一点的这样的一个累积的东西，是靠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你这个东西？这和我们价值体系是一样的。所以最后在这个影片上，这个最后四个武士的坟在最上头，对吧？然后下面是这些平民的这些特别简单的墓，用这个石头盖住，然后最底下是这个还活着的几个武士的那个位置。哎呀，那个构图真的是深思熟虑啊！OK， 还是不能再跑题太多了。所以他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友谊，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这是同才，对不对？我们是同才。然后刚才这个人是说被一个领袖的魅力所吸引。然后这个林田七郎次本身的这个特点就是他也挺会指挥的，他也挺会去让大家的士气能够振奋起来的。他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 captain 哈。如果说这个看兵卫是 lieutenant 的话，那接下来的这个当然是人们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叫九藏哈。九藏是这个整个7个人里头唯二的没有姓氏的一个名字，因为九藏不知道他姓什么，他就是他的名字叫九藏。当然有这个藏呢，很容易让人想到就说宫本武藏哈，那因为是剑道的这种大师啊，然后剑术大师啊，然后包括服部半藏哈，这种日本的传统的这种传说的忍者的东西，
它当然这个日语的这个名字本身的这个汉字就和我们很多汉语它原来字那个意思是比较像的。它这个藏或者藏本身就是一个深藏不露哈，一个他自己的这种技巧，对这种剑术的这种技巧，你是外表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的。他轻易不动刀，动刀就死人嘛，对不对？怎么建立这个九藏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又是一场要围观的大戏，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武士要跟他单挑，两个人开始用这个竹节。去，咱们就是叫什么切磋一下，对不对？何必要去伤到性命呢？最后第一番下来之后，对方就很不识相啊，就说哎呀，咱们打了个平手，对不对？那久藏话或者是就很冷静嘛，就是一直都久的持续的深藏不露哈，就是攻城不必在我，对吧？然后非常叫什么算了，不说那个，就是很冷静的就说，哎呀，没有你知道，如果真的是钢刀的话，你早就已经死了啊！结果那个人就因为自己的脸上挂不住嘛，好歹我也是武士哈，那就我非得要跟你拿真刀干一下。结果当他贸然的因为自己的冲动把刀拔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一个走向了不归路啊！因为没有办法，你要决斗，对方如果已经拔了刀的话，那九藏或者九藏就不得不回应了。最后当然九藏最后无论说夜间奔袭去连杀2人夺回来一个毛瑟枪也好，还是后来种种的这种以一敌多的这种能力啊，他是真的是最优秀的剑士或者战士吧。然后他的这个性格本身是极其的寡言寡语，然后同时又极其的细腻啊，连这个冈本圣四郎的这种桃色事件，其实也是因为他苦练剑术的时候发现的。然后他本身又从来不说别人闲话，也不八卦，对吧？都是默默的去帮助这个年轻人，知道他要把这个他们因为是武士，村民给他们好吃的，每一次他那个圣四郎舍不得吃，要送给他那女朋友，然后结果这个九藏也说啊，我今天也吃不了多少，你也给你吧，是一个极其讨人喜欢的一个角色。然后最后当然他的这个死也是死于枪下，那非常的突然，也非常的令人伤怀，是吧 ？OK， 平八本身也是一个没有姓氏的。那我觉得说九藏没有姓氏，是因为他根本就我叫什么深藏功与名，对不对？我就是在这个领袖看起来，就九藏的这个人，就是他是一个剑痴啊，他对其他事情都不关心，他就一心的钻研他自己的剑术，他是这样的一个 laser focus 的一个人物。那他不需要姓氏啊，他不需要通过什么显赫的家庭和什么，我都不需要让你知道我是哪儿来，我的剑就是我的身份，对不对？我的剑一出招，这就是我在说我自己是谁了。我不需要一个姓，我就是一个传说，对吧？那平八本身他的这个没有姓呢，是因为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出色的，他是一个可能是蓝翔技校的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武士哈。然后他第一次介绍他出场，也是在这个客栈旁边的一个邻居说，我后院还一武士子给我砍柴呢，劈柴劈的挺专业，对不对？然后要求也不多，就是说我得有干的呀。然后除了我得吃饭之外，我还得有干的，我要显得我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但是他本身非常非常的爱开玩笑，性格特好，也愿意自我解嘲，自己介绍的时候都是啊，我就是那个蓝翔技校毕业的哈。大家就非常非常喜欢他，然后他对整个这个士气的这种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他就是无名氏啊，无名氏我没有 ego， 因为他一点骄傲都没有，他特别的柔软，所以早的这个武士群体在早期招聘的时候就把他带着了啊。我们团队永远都需要这样的一些
well spirited 哈，就是这些人非常有他在身边，就是俗话说就正能量满满，对不对？那冈本圣四郎，冈本呢，人家就相对来说这个姓呢，就好像是说是一个挺好的一块山哈，然后这个圣四郎，那个圣字本身也就是说，哎呀，人生赢家，对吧？我是含着银钥匙出生的，我家里头富的不行。你想在这个客栈的时候，他们因为后来不是丢了米啊，这个丢米的故事真好玩，就那个角色的描写真好哈。丢米，然后最后愁的不行了，怎么供养这些大武士们呢？对不对？然后这个圣四郎就扔几个钱给他们这个里面的可说的细节还多了哈。当然，圣四郎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跟这个村民里头这个女性有关系，这也是另外一个村民最担心的一条线。你知道这个故事线之复杂哈，这个铺陈之缜密，实在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然后圣四郎本身的这种喜感，他走路的姿势啊，他的这种非常的天真纯真，然后又被这个乡间姑娘所扑倒哈等等的，然后自己拿着花去责怪这个乔身打扮成男子的这个女士的那些桥段。非常的天才啊！那些桥段好玩，不只是说抖个机灵，而是说他跟他这个角色的本相和作者想去表达的东西深深的在一起。OK， 菊千代就别说了哈，菊千代就是浑身是戏，毕竟就是三船敏郎是个天才，而且他和黑泽明关系又这么好，他长得又帅。然后当时黑泽明他们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本来是写了6个武士，对吧？后来觉得说这6个武士，然后开始是让三船敏郎去演这个首领的，也就是说，志村桥要演的这个老大的角色的。结果后来他们一想说，这挺无聊的，就6个正常的武士都一样，有什么意思啊？就要搞一个这个不太一样的。那后来其实这个角色当然是极其出彩，一些整个承接这个整个戏核或者文胆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就给了他了啊。这个以后得慢慢说，因为他是最大的主角。那这个利吉本身的这种悲剧性和他后来的成长本身构成了一个极为耀眼的弧光哈。然后更加好玩的一个配角，当然就是这个优黑啊，这个叫雨平，就是雨就是与人和睦哈，然后与人和平，基本上这个意思，他的这个名字优黑就是说不想打仗，我就想和人与人为善，我就只想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庸庸碌碌的，但是在乱世有这样的志向都求而不得哈，我就想简简单单活着，没有机会，所以他满脸写满了苦难卑微，然后自己当然也是非常的皎洁哈，他自己他有太多的戏是如此的好看，比如说他丢了米，他自己责怪自己，然后他当时在这个训练的时候，拿着这个原来村民们抢的这个武士的这种长枪，然后被这个菊千代指出来之后，然后又不得不去扛出来更多的盔甲和这个刀等等，然后他自己最后的那个牺牲哈，最后。这个优黑本身雨平的最后一句台词，也把他的人物弧光画得极其的闪烁，极其的美好啊！他说 ：“I didn't abandon my post。”我不知道日语怎么说，因为我很遗憾是不懂日语。但他基本上就说：“我恪尽职守，我站了最后一班岗啊！我最后守住我自己的岗位了，然后就死了啊！这样的一个看起来一开始真的是命如。”就是比蝼蚁蝼蚁都要下贱的一个人，最后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和他的勇敢和牺牲哈，最后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太好了，这角色演的也好，选的演员极好，戏写的极好啊，这个太好看了。
然后当然就是说这个整个村的这个村长哈，或者是长老，这个他本身的名字叫遗作哈，他的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有一种就是智慧与远见，同时他又是带着这个传统的观察的，因为在这个很多的决断的时候呢，这个村长是说他根据自己小时候所观察的战国的其他的武士的经验也好，和其他的这个农民的合作也好，他是一个领袖，然后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一些私心啊，每一个人都有私心，其实就是说刚才说的。立即为什么要去非得说服大家去雇武士？其实也有他的私心，对不对？然后这个和村长非常接近的这个另外一个小人物万造，万造就是这个智乃的这个父亲啊，这里头又有一个就是说父权结构啦，这种本身的传统的这种观念啦，然后这种阶层意识、人的自由意识，然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这里头的层次那真是多哈，我就说最后我就发现了，它其实也跟罪有关，也跟义有关，跟牺牲和爱有关，跟怜悯有关，跟人的最后的种种的复杂动机有关，跟骄傲和谦卑有关，和希望和身份有关啊，这些东西都是我这个频道里头常年讲啊，期期讲，月月讲，年年讲的一个东西。今天1个小时快到了，我就停留在这儿，希望大家给我留言鼓励，然后我们一起去走这个七武士的拉片之路，谢谢。